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北京的这场精英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共四中全会没有掌声，没有合影，没有画面，却在一张冰冷的公报里埋下3颗震撼弹。第一，出席率仅 82%， 创文革以来最低。第二，军方在先清洗风暴，2名军委高层与多名上将、中将被开除。第三，张胜民火速升任军委副主席，取代何卫东，军权重新洗牌。一进一出意味着什么？有人说这是习近平的胜利，也有人说这是他权力松动的第一章。最诡异的是，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这次又被卡在门外，连港媒都提前预告他会进军委，结果整份公报里名字消失了。一升一落，一静一动，这场会议表面平静，实际像一场权力地震。有分析说这是集体领导回归的信号，也有人更直白，这是习近平时代开始进入软着陆阶段。为期4天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于10月23号下午在北京静悄悄地落幕。这场会议从开幕到闭幕，几乎都在各种传言和紧张的沉默中进行，没有会场画面，没有领导合影，甚至没有媒体同步报道。直到23号下午5点左右，新华社才发出公报，正式宣告全会闭幕。当天晚间的央视新闻联播才放出画面。公报看似中规中矩，但细看名单和出席情况，就能察觉气氛并不寻常。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168人，候补中央委员147人。按照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原有编制，应有中央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67人。这意味着共有37名中央委员与20名候补委员缺席，出席率仅 82%， 这是文革以来出席率最低的一次。即便考虑到请假或病假，这样的缺席数量仍显示出高层内斗的激烈与政治气氛的异常紧绷。除了出席名单异常，这次中共四中全会公报本身的措辞也引发关注。根据新华社10月23号发布的20届四中全会公报，文件再次重申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提出坚持一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等表述。相比中共19届四中全会的公报，这次文件在用语上出现2个显著变化：一是明显弱化了习近平思想的突出地位，二是重新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时评人蔡胜坤指出，公报将习近平思想的排序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后，这是对习思想的进一步淡化。这种变化不仅是语序上的调整，更反映出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对习个人崇拜的降温。公报还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据中共官媒此前报道，今年6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审议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该条例被官方称为健全中共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习近平上台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文件突然再次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显然是其个人权力出现松动的信号。另外，在中共四中全会闭幕前一天10月22号，中共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文章，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呼应自我革命的论调，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治方向。时事评论员周晓慧认为，这些迹象显示中共高层正在朝集体领导的方向转变，不论习的职务是否调整，四中全会后中共走向集体领导已是定局。总体而言，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在形式上让习近平虽暂时保住了核心的颜面，但领导地位能否长久，仍待时间验证。接下来是工商时间。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持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震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屏6到8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
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更滋润。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如果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化妆，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下面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充满了中共的政治套话，篇幅最大的部分仍是围绕“十五五”规划的宣示与定调，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口号式内容。但真正引发外界关注的不是这些套话，而是隐藏在公报末尾的人事调整。会议称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汤仁健、金湘军、李石松、杨发森、朱之松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王秀斌、林向阳、秦树桐、袁华志、王春宁、张凤忠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何卫东、苗华、唐仁健、金湘军、何鸿钧、王秀斌、林向阳、秦树桐、袁华志、王春宁、李石松、杨发森、朱之松、张凤忠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中，张凤忠是中共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中将军衔，他是中共20届中央候补委员。这次他首次被披露落马。增补张生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递补中央候补委员于慧文、马汉成、王健、王希、王永红、王廷凯、王新伟、韦涛、邓义武、邓修明、卢洪为中央委员。但对照中共20届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原名单可见，此次递补并未依照党内提定的名次顺序进行，而是跳补，即跳过多名名次更靠前的候补委员。据 X 账号中国人事观察梳理，这次递补排名最后的中央委员是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卢洪，他在中共20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排第22位。抛去中共3中全会递补的3人和4中全会递补的11人，卢洪前面跳过了8人，分别是火箭军副政治委员丁兴农、火箭军副司令员王立言中将、联勤保障部队司令员王抗平中将、教育部副部长王嘉毅、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中将、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云南省政协副书记石玉刚、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石正禄中将等人，有5名是中共军队系统的。中国人事观察说，等下次全会说不定都开除党籍了。外界最瞩目的焦点莫过于掌管军队反腐的中共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兼监委主任张生民取代何卫东，成为中央军委排名第2的副主席。根据公开资料，张生民1958年生于陕西省武功县，1978年入伍后，长期在第2炮兵县火箭军服役，历任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委员、后勤保障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2016年晋升中将，2017年底晋升上将，同年成为中央军委委员与中央纪委副书记，掌管军队内部的纪律与反腐工作。有观点认为，张生民的晋升反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对他非同寻常的信任。张生民曾任职火箭军和后勤保障部，都是反腐重灾区，但他并没有受到波及，反而得到了升迁。这或许可以证明他在反腐整肃中的角色与对习近平的忠诚度。不过，大多数观察则认为，
张升弥和排名第一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交情匪浅，他们都属于陕西帮。在职务层面，二人早年在军委后勤与装备系统就曾长期合作。张又侠曾任总装备部部长，张升弥则在后勤保障部任政委，双方部门协作频繁。进入军委后，张又侠主管军事与装备，张升弥主管纪律与监察，两人被视为军中一文一武的陕西联盟，是陕西帮的代表人物。多家港媒与海外评论认为，张升弥在2023年至2025年间主导的对何卫东、苗华等人的纪律审查与整肃，实际上也在为张又侠清除异己。大纪元报道指出，张升弥的升职显示，军权从习近平回流至张又侠系统，是一种内部接管的迹象。综合各方分析，张升弥的政治归属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习近平反腐的重要执行者，另一方面他和张又侠又是陕西帮的代表人物，这种暧昧的关系使他既可能成为习近平在军中的最后屏障，也可能是张又侠阵营巩固势力的桥梁。除了张升弥职位变动备受外界关注外，另一个同样引人关注的是，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并未如外界预期那样进入中央军委。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发布前夕，光明日报还发文表示，董军会进常委，包括多家港媒此前也都做出了相同的预测。董军是在原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抓后出任国防部长的。之后，董军一直没有按惯例进入中央军委。不仅如此，他还多次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外界普遍认为，董军上任后已经经历过多次配合调查。董军出身海军，前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也是海军出身，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董军受到了苗华案的波及，因此被查。至于过关的原因，外界普遍认为和彭丽媛有关。时政评论员邓玉文曾在美国之音上撰稿披露，董军上台不仅仅是得到苗华的推荐，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也可能起到了很大作用。董是山东人，彭也是山东人。目前中共政坛除了众所周知的闽江帮和陕西帮，还有一个和彭丽媛有关的山东帮，并正在崛起为中共政坛的一股新势力。早前亲中共的港媒曾披露，彭丽媛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参与了军队干部的管理，替习近平做人事考核方面的把关。如果这样，很难想象在防长这么重要的职位人选上他会不参与。因此董军的过关，外界普遍认为和彭丽媛有关联。然而董军却再次落空军委委员，可能和习近平军权受控有关。军委仅补增1名副主席，其他席位空缺，董军未能入列，显示军中权力结构或是在再度调整，或是因为习的军权被制约了。董军迟迟进不了军委，反映出的不仅是个人职务的升迁，更是一个关于军中派系、权力信任与军权掌控的信号。总之，董军这一落位并非简单人事变动，而是军中大棋局中一个微小但明显的棋子，其背后的权力意涵值得持续观察。因此，董军这一结果可以被视作本次四中全会中习近平军权架中的重要观察点。未来其是否会重新被纳入核心，或成为军中被边缘化的代表，值得后续追踪。张升弥的晋升或许象征军内新一轮势力平衡的开始，董军的停步则提醒外界，习近平的定于一尊时代已不再稳固。这场中共四中全会留下的既不是政策方向的明朗，也不是权力架构的稳定，而是一个更加封闭、更加脆弱、更加不确定的中共政局。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